男人撒尿时突然发现，无论自己往左或者往右尿，都能尿进便池。紧接着他便开始了表演，先是侧身举手尿，再是超远距离尿，甚至旋转跳跃尿。紧接着难度升级，他开始单脚跳着尿，对着窗外尿，甚至还和旁人用尿跳绳。但无论何种姿势，尿液全都分毫不差地进入了便池。男人尿饿了，来到食品柜想找点吃的，可食品柜却提示他左滑可以切换商品。男人试着左滑，柜子里果然出现了不同的食品。当男人去拿里面的咖啡时，食品柜却提示他需要登录付款账户。男人一脸懵逼，突然一个胖子凭空出现，他告诉男人，真实的他已经死了，这里是人造天堂，只有意识能进入。刚刚的咖啡需要扫码付款才能喝，可他的账户没钱。如果男人饿的话，餐厅有免费的食物。男人内森立刻来到餐厅，这里有一整屋子世界各地的美食，他很开心地挑选了一盘子喜欢的食物，正准备下口时，喇叭却通知用餐时间结束。一瞬间，所有的食物包括他盘子里的都消失不见。内森气得破口大骂。这时一个男人冲了过来，显然他也是错过了饭点，但紧接着男人熟练地走向一个空柜子，然后重重拍了3下，旁边的盘子里瞬间出现了一块面包。内森看呆了，也走上前去，照着男人的样子拍打柜门。3下后，同样的面包出现在了盘子里，两人开始聊天。内森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死了，现在还能感觉到饥饿呢。男人告诉内森，人造天堂在刚开始时，人们既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，但不久后他们就全疯了，这些能让自己觉得还活着。男人还告诉内森，一定要相信自己还活着，一旦怀疑这里的虚假，意识就会被森林中的数据流吸引，而一旦进入，意识就会飞灰烟灭。和男人分别后，内森来到森林散步，优美的风景让他心情舒畅。可当他随手拿起一片叶子时，发现上面全是植入的广告。内森继续往前走，来到了人造天堂的网红打卡地，一个大叔正在给现实世界直播，宣传这里的美好。尽管这里的湖水只是不断重播的视频，看着很不真实，但小小的瑕疵不影响这里美好的生活。他还是号召大家死后都来这里。等大叔忙完工作后，内森走上前去询问自己活着的时候看广告，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有很多人来玩，怎么自己来了发现如此冷清？可大叔告诉他，其实现在这里全都是人，只不过内森看不见。说着，他拉开地图找到内森的房间，告诉他这里每个人只能看见5个，而此时那个湖上有100万人，只要仔细看就能发现跳水的男人正在砍人，全部显示出来，服务器可能立刻就炸。作为资深程序员的内森开始觉得人造天堂根本没意思，于是转身离开。回房间路上，卡针的服务员和广告推销让他更加心烦，而房间内他看着无论如何都翘着的一撮头发。内森终于爆发了，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这里完全没有意义，一切都是虚假的，处于别人的控制中，于是愤怒的再次走进森林，翻过栏杆，走向了数据流。千钧一发之时，内森的天使诺拉出现，他是来劝内森不要进数据流的，因为多一个人他们奖金就多一点。内森开始说，这里表面上虽然非常美好，但其实非常虚假，自己现在只是被程序员操控的傀儡，比如自己从没想过死人还能放屁，又比如自己头上死活按不下去的一撮头发，而真正的自己已经死了，所以还不如进数据流，最后看看真实的世界。诺拉急忙解释，设计这些细节是为了让人感觉更加真实，而且内森并没有被操控，因为傀儡是不会感觉出这里奇怪的。内森在思考，说明他并没有消亡，而且生活本就不完美。内森被诺拉一番话打动，最终决定留下来。紧接着诺拉要内森珍惜眼前的生活，因为人造天堂也有高低贵贱。他带内森来到了地底18层，这里住着一群2个居民，由于每个月只有2个G的流量，所以他们的房间只有简单的装修，富人区最简单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。这里的食物是新开发的数字食谱，其实就是利用他们做实验。他们的书籍只能看到前5页，想看后面的必须付钱。超前点播键，男孩也喜欢看哈利波特。内森说自己非常喜欢里面的定身状，男孩很疑惑哈利波特里面有咒语吗？可刚说完，男孩就因为流量耗尽被冻结，只能等下个月刷新2G流量，或者期间有人给他充值才能继续。然而让内森没想到的是，这时他面前竟走过去一个器官不健全的人。内森实在忍不了了，这里没有娱乐活动就算了，但是连器官都不给人加上去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他不明白，只需要多打2行代码就能解决。可诺拉却说，要是都多打2行代码，公司就赚不了钱了，这就是资本主义。内森很气愤，看着趴在地上的小女孩，他觉得拥有自我意识的人不该受这个罪，自己一定要帮助他们，反正自己有无限量的早餐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内森的富婆女友打来了电话，要他和自己参加一档情感访谈。由于自己在这里的生活都是女友买单，他不情愿也只能参加。很快内森出现在了现实世界的屏幕上，可在采访过程中女友却不要他发言，甚至直接把内森晾在了一边。内森对女友有点不满，但最终导致他想和女友分手的原因是内森自己的葬礼。在挑选衣服时，内森非常喜欢一套肃穆一点衣服，可女友并不喜欢，直接给他换成了非常卡哇伊的绿色小西装，还给他胸前加了朵花，这让内森很不满。但整理衣服时，小胖客服提醒内森一定不要惹怒他的女友，因为现在他的一切开销都由他女友支付。内森只好无奈接受了女友的安排。而在现实世界里，女友英格丽正在招捕参加葬礼的人们，内森的好兄弟却直接暗示他以后可以找个更好的，更是在看自己和内森合照时悄悄揽住了英格丽的腰。英格丽嫌弃的走开。
葬礼正式开始，人造天堂的内森在现实世界的屏幕中出现。英格丽激动地过去想亲吻，可突然反应过来，现在是两个世界。亲朋好友也都过来打招呼。内森岳父岳母走了过来，他们是来问内森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，因为他们死后也会搬进去。好兄弟上前来，两人习惯性的打招呼。好兄弟仿佛全然忘了自己还在调戏英格丽。紧接着母亲来到屏幕前，看到儿子以另一种方式存活，他很开心。葬礼的举办者人造天堂的经理开始带大家祷告。可却在结尾处用内森宣传起了人造天堂，甚至还把内森的屏幕切到了球赛，想看比分。英格丽严厉警告，这才切换过来。内森有些不高兴，可众人都在聊天，没人注意到他。母亲看到儿子的沮丧，走来向内森道歉。要是自己有钱，就能给内森办一个他喜欢的葬礼了。内森很疑惑，难道母亲没拿到自己在公司的股份吗？可母亲却说自己只拿到一点点。这时，内森的表姐问英格丽内森车祸死亡的前因后果，因为无人汽车的事故率几乎为零，直觉告诉他内森的死亡和英格丽有关。可英格丽没回答，而是走到台上准备发言。内森以为女友是想悼念自己，可女友却只是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，甚至最后感谢了举办方，也没提内森。内森很不开心，明明是自己的葬礼，自己不能定制细节就算了，可英格丽发言时却连自己提都不提，自己站这里简直像动物园的猴子。可英格丽却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操办，内森还要这样说自己，感到很伤心。于是打开了管理界面，说内森在人造天堂的花销都由自己支付。内森不满意，自己就全部取消。说到气愤处，还扬言要把内森彻底删除。内森不想自己死了还要在大家面前出丑，只好强忍怒火向英格丽低头，说是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英格丽这才没有删除他。事后等所有亲友离开后，英格丽来跟他道歉，说自己当时只是气愤，然后也离开了。内森也只好关掉了屏幕。但回到房间后，内森越想越觉得现在的自己完全像女友的宠物，一切必须随女友心意。思索良久，他打电话给母亲，说要换个元宇宙平台生活。可母亲面目难测，其他平台太贵了，内森却坚持一定有便宜一点的平台。母亲熬不过他，只能答应。很快内森来到了一处空地，准备离开这里。